嗨，各位朋友，大家好。这一集是我跟毕凯舰长合作的，由他整理了有关于美国2025年财政年度预算法案里面有关美国海军的影响。在明年2025年被视为是美国海军除了在奥巴马时期发生的财政赤字悬崖之外，还有预算抵押那几年的惨况之外，2025年应该是第三惨的情况。因为在去年2023年，拜登政府跟国会有关财政责任法，就是美债违约的上限的这边的协议，还有加上今年发生的红海战事，使得美国海军在2025年财政年度，它只好优先着重在现役部队人员的开支，还有整备率，就是我们一般常说的人员维持费跟作业维持费这部分，而把军事投资，就是有关 R&D 研发的项目，比之前的年度减少了 2.7%。另外在军事投资的部分比前一年减少了 26.1%， 这其实额度非常的高，导致在2025年美国海军只有订购6艘新建造的军舰。当然这中间也有包含了美国海军部长他想要整顿美国的造船业。在2025年的造舰计划里面采购的6艘新战舰，包含了1艘维吉尼亚级的攻击潜舰，还有2艘阿利伯克级的神盾级驱逐舰，还有1艘星座级的护卫舰，以及1艘圣安东尼奥级的2栖船坞运输舰，还有1艘中型的登陆舰。另外还要准备除役总共19艘的舰艇，这包含了2艘神盾级的巡洋舰，包含了 CG-67 希洛号以及 CG-70伊利湖号，另外还有4艘远征快速运输舰，就是 EPF-1 一直到 EPF-4， 还有1艘惠比岛级船坞登陆舰 Germantown 日耳曼敦号，还有1艘远征转运船坞运输舰，以及2艘 LCS 滨海战斗舰里面的 LCS-6 杰克逊号，还有 LCS-8 蒙哥马利号。另外正在研发中的主要军备包括了 FA-XX 舰载战斗机，就是第6代的战斗机，它的经费减少了2/3。研发中的 DDG-X 驱逐舰研发预算减少了一半。LUSU 大型无人载具预算减少了超过2/3，而且延后2年。另外 XLUUV 大型水下无人载具减少超过3/4。主要最后这2项无人载具都因为研发的进度落后，还有技术上遭遇的瓶颈，所以优先推迟。而原先准备在 DDG-1000 松华特级驱逐舰上面要部署的 CPS 高超音速飞弹也推迟了1个财年，要到2026年才会部署。另外新采购的 CVN-82 的核子动力航空母舰目前还没有命名，它的采购年度也要延长到2030年。其中主要的原因是预算不足，还有就是海军部长卡洛斯他认为美国整个造船业过低的效率还有不当的行为，因为造船厂的高层宁可规避资本投资来回购股票冲高股价，来让高阶主管分红，也不愿意全力解决产能瓶颈的问题。所以海军部决定过往每年都会建造2艘核能动力潜舰，而改为1艘。因为美国的造船业目前的造舰能力也只能完成每年 1.3 艘的工作量。虽然如此，在2025年还是有另外编列预算给潜舰供应链的厂商来维持运转，来解决产能的问题。这其中追加了88亿美元的预算，用来给美国潜舰产业的基础发展，协助供应链厂商招募跟训练足够的人员，进一步扩充厂房跟生产设施，投资建立新的厂房。可是目前这项预算案还在国会里面进行相关的审查。另外过往都列为第一优先的 SSBN， 就是核能弹道潜舰，一直是美国海军的第一优先，它的预算也从来没有发生打折扣或者延宕的情况。
但是现在也发生了最新的哥伦比亚级核子弹道潜舰，它的时程可能会延后1年，而这样子就会产生骨牌效应。首先就是美国的核子战略的威慑能力就会出现空窗期，因为现有的2害2级弹道潜舰正在进行延寿。第二就是一旦核子弹道潜舰的生产进度落后，那这样子潜舰产业就会优先把原来核子攻击潜舰所需要的人力抽调过来加速生产弹道潜舰所需要的资源，这样就会让原来核子攻击潜舰的进度又会落后。另外会产生新的骨牌效应，就是 AUKUS， 就是美国、英国、澳洲所推动的核子攻击潜舰计划。因为连美国自己都满足不了，更没有办法提供3艘的核子攻击潜舰给澳大利亚，所以澳洲的前首相才会说他们被现实抢劫。后续的发展就要进一步的再观察。这样子的调整引发了国会跟业界强烈的反弹，也由于整个美国造船业他们这些不当的行为，还有工期的延宕，没有效率，再加上美国海军现在的预算额度真的紧缩，所以这可能会在国会里面再引起许多的讨论。另外，美国海军陆战队成功保住了他们的 LPD-33， 就是最新的圣安东尼奥级船坞登陆舰 Flight 2的造舰计划，而且陆战队在国会的支持下，也确保了它的大型2栖舰队起码有31艘的保证，所以在2025年它也获得采购 LPD-33， 这原本是海军想要推迟的计划。另外，陆战队规划中的中型登陆舰 LSM 之前已经延期过一次，所以在2025年可以准时编列。那也因为陆战队保住了 LPD-33， 所以原先海军准备要再建造一艘新的音响监视船 T-AGOS-26 的计划就只好先放弃。后续 LPD-33 它签约的时候的建造费用恐怕才是另外一个问题。还有今年发生了红海这边胡塞这些恐怖组织他们的侵扰，所以导致美国海军在红海区域已经发射了100多枚的防空飞弹，所以这部分的消耗就要另外再找预算来填补之前因为红海战争而耗损的防空飞弹。虽然海军准备要除役19艘的舰艇，但是这个在国会审查的时候还有许多的变数，像之前的 EFP 就是先锋级快速远征运输舰，这是首次提出的除役申请，看来在国会里面要通过审查的可能性也偏低。另外，滨海战斗舰的 LCS-6 跟8被驳回的几率其实也很大。另外还有远征船坞运输舰 ESD， 在过去连续2个财政年度也都被申请除役而被退回。其实在美国许多他们海军的群组里面都有在抱怨，他们认为 EFP 就是先锋级快速远征运输舰，它只是商规的铝合金双船体渡轮，并不是他们真正所想要的蓝水的船舰。所以看来美国海军2025年的预算仍然充满变数。好了，我们这一集就先简单为大家介绍美国海军2025年的预算，它的这些变化。目前全世界的民主国家都面临相同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人力不足，因为出生率下降，还有一般民众不愿意从军。第二个就是预算不足的问题，因为民主国家并不会将大笔的预算投资在维稳还有军事预算上面，反而会以民生、经济、交通、卫福、教育这些预算来当作优先的选项。这些争论大概是集权国家可以理解的。好了，我们这一集就先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